在这儿。这两位是急救中心的大夫，是他们报的案。请介绍一下。我们是2点接到的电话，说有人心脏病发作。我们进来的时候，这女人就躺在沙发上，脸色青紫，口中有大量白沫。家属们采取了一些抢救措施，但当时她的瞳孔已经放大，由于有些疑点，所以就报了案。请马上离开现场，谢谢。这波够呛的啊！死者大小便失禁，但不是普通的大便，是血便。如果是心脏病突发引起的猝死，不可能有血便。是中毒。当初死者就躺在这儿。我来的时候，他就在沙发上了。这我问了，最初的时候死者是在厨房，后来被一个叫王翔的人发现以后才搬到这儿。他就在外边，你们等会儿，我给叫我。侦查员，介绍一下背景情况。死者叫沈怀玉，是南田镇著名的女企业家，是镇上首富。丈夫在百宝山今年1月因病去世了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沈怀玉向家人宣布他和王嘉玲结婚的事情。这个王嘉玲原来是沈怀玉工厂的一名会计，3个月前和老婆高梦离婚，有一个儿子叫王翔，就是王翔在厨房发现沈怀玉出事的。另外，白家那边的人好像今天刚刚从死者口中得知他结婚的事，有不满情绪。陈队，这就是王翔。来说说当时的情况。当时啊，他就倒在这儿。哎，就在这儿说。这事儿是我偷着告诉我妈的，不过这事儿要不得我妈。哎，他们答应给我妈30万，哎，还给了20万，就偷偷摸摸把事儿给办了。那我妈还不急，搁谁也急啊，还差10万呢。行。哎，你看到沈怀玉躺在地上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哼，4个字。哪4个字？哼，乐极生悲。宋队，你找我呀？哦，一个3名小姐被杀了，是清洁工发现的。哎，你什么东西你？不你，嘿，我妈被人下了毒，我就问你们要人。嘿，你妈下毒，谁认为你妈是下毒？你别跟我废话，你别给我动手！警察大哥，这女的叫白静，23岁，沈怀玉的女儿，在镇卫生院收费处工作。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。这是白刚，21岁，沈怀玉的儿子，河北大学计算机系学生，上大4。你们要多少钱？你给我1分了，我谢他。就瞧你这穷酸样子，就当我们家的。这位是李秀琴，71岁，沈怀玉的婆婆。怕谁说？拿出证据来，是吧？你简直就是混蛋！你哎，你别老是嘴不该不净的，谁混蛋啊？不过节不过年的，你不在学校待着，回家干嘛？要点钱，我正办留学呢。以前我妈答应过我，给我出学费的，可她现在又说她拿不出钱来，让我自己想办法。你妈跟什么人有过节吗？我妈是镇上塑料制品厂的经理，镇上的女强人。这些年为了工作的事儿，可能得罪过一些人。她和王嘉玲认识有多长时间了？7、8年了。自从我爸死后，她就跟我妈，镇上说什么的都有，弄得我都怕回家了。他为这跟他媳妇儿也打了离婚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前妻高凤还来我们家吵过架呢。他是几点来的呀？1点半。我们刚吃完饭他就来了，好像是来要钱的。要什么钱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说我妈欠他钱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进屋了吗？没有，就在我们家大门口吵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怎么那么快就知道我妈结婚的事儿？他们俩结婚在这之前大家都不知道。
对，就是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才知道。到处都是指纹。唉，厨房嘛，怎么会没指纹呢？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看能不能找出一枚指纹是不属于这一家人的，这样我们就能断定出凶手是不是外来的了。这是谁跟你说的？排除法呀。那你告诉我这个怎么解释？不会吧？就算是新的也不能擦这么干净啊，这有点意思啊。陈队，这个杯子是死者生前最后喝水用的杯子，里面留有残液，可以拿回去化验。仔细搜查这个家里所有能让人中毒的物品，比如农药、敌敌畏、老鼠药什么的，只要有，马上取样。明白。死亡时间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。死者脖子上的淤痕是用手指掐的，所以他是被人用手掐住了脖子，窒息致死。提取到指甲缝中的物质里面有血迹，估计是嫌疑犯的。死前有过搏斗，现场也能看出厮打过，可是家门没有撬痕，应该是熟人作案。从大腿内侧的擦痕上，基本上可以肯定，死前有过性行为。有精液吗？如果这个里面有精液酶 AP， 溶液会变成红色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6秒。6秒，可以从 DNA 查起了。喂，是我。你是说江飞昨天晚上出台跟一个男人走的？知道那男人叫什么吗？亮哥。好吧。三杯小姐，不一定是真名。可昨天晚上搜到的身份证上写的是江飞。这身份证是假的，可这年龄倒是差不多。沈怀玉出事之前你在干什么？吵完架后，怀玉把孩子们和奶奶都赶到楼上，楼下客厅就我们2个人。怀玉要喝水，他用哪个杯子喝的水啊？我的杯子。谁叫你上高台攀下流没脸？这茶没味儿了。谁叫你到人跟前去讨媒去？大正月里这又是怎么了？还兄弟是小孩子，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凭他有什么错？还有老爷太太管呢。他现在是什么？你不大头岁他，他好不好与你什么相干？是这个杯子吗？对。哎，你说这个杯子是你的？我初来乍到，怀玉说这杯子没人用，就给我用了。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？吃完了饭，怀玉张罗沏茶的时候说的。当时旁边还有谁？全都在。当初这个杯子里沏的什么茶？什么茶？我还没来得及喝呢，高凤就来吵架了。不对呀，我说，该不是冲着我来的吧？要毒死的是我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他们老白家的人，谁甘心情愿的让我上他们家来啊？在外人眼里，都觉得我王家莲嫌贫爱富，是冲着怀玉的钱来的。可实际上，怀玉的厂子已经快倒闭了。那为什么沈怀玉还答应给高峰30万呢？当然只给了20万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你怎么说没钱呢？借的，这20万是我跟我哥借的，名义上是怀玉给高凤的补偿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想证明怀玉经济上有实力，为的是从县银行贷款。贷了多少钱？ 80万，
这样后半年生产就有保证了。我问句题外话，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和沈怀玉走在一起的呢？2个字儿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你儿子也爱说2个字几个字。那是跟我学的。哪2个字？爱情。宋队，找你的电话在3线。谁呀？不知道啊，一个女的，娇里娇气的，我也没敢多问。喂，是我。哦，是你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麻烦你告诉他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夜总会的妈咪说他们有个小姐知道亮哥的情况。嗨，怪不得声那样呢。先别管人家声了，人能提供线索啊，就得谢谢人家。跟我走一段。好。唐伟，你不是胃不好吗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是我的胃不好啊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哎，要不我替你去？一听说去夜总会，胃病都好了。我是江飞的朋友，听说他出事儿了。那个叫亮哥的人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真名叫陆永亮，是湖南长沙人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哦，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，一出差就来我们这儿玩。我也是湖南人，就认了干兄妹。有一次他掉了张名片，我看见就记住了。你们这儿的小姐还出台吗？哦，我们这儿有规定，不能跟客人走的。江飞他是下了班走的，妈咪管不了。关于江飞的情况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说的越多越好。他是黑龙江达州人，他姓李不姓江，叫李江。他人挺好的，去年我得了感冒，他带我去看病，还给我做饭，照顾了我1个星期，我很感激他，就把陆永亮介绍给他认识。后来亮哥每次来的时候都来找他，听我亮哥说他每次都给他不少钱呢。怎么跟陆永亮联系？我这儿有他手机，可是亮哥干嘛杀他？他不是那种人呢。那你说他是哪种人呢？陆永亮吗？你们是警察。啊？行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能不能谈一下当时的情况？他带我上了出租，说去他那儿，说要给我做碗担担面。我吃完面，我们俩就睡了。醒来以后呢，我就离开了。当时大概是几点？没看表。我回到旅馆，大约是凌晨2点。前台服务员看见了。一会儿呢，跟我们回去取个样，做一个 DNA 检验。干啥呀？希望你配合一下。可我能不能单独跟您谈一谈？哦，没关系，就直接说吧。可我什么没留下啊？我戴着安全套呢。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抽点血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小光，是嫌疑犯的吗？对，在等 DNA 结果。他是 B 型血。对啊，可是那个被抓伤的嫌疑犯是 AB 型啊。江飞体内的精液肯定没有超过12个小时。现在是4点，陆永亮是夜里2点之前离开的，
有证人。检测精液最重要的物质之一就是酸性磷酸酶，12个小时以后，它的颜色会越变越淡，酸性磷酸酶的水平会越来越低，直到红色消失为止。也就是说，还有一个人到过江飞的住处，可是现场被破坏了，没有找到指纹，虽然有脚印，但是非常乱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干点什么不好呢？他要是这么想，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了。沈怀玉的解剖结果显示，他心室出现梗塞，心肌严重受损，心脏的血流量突然增加，看起来很像是心脏病。另外，他的肺叶出现了淤血，死时伴有呼吸麻痹。但是我问过他女儿白静，沈怀玉在心脏方面没有任何的疾病，而他们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治心病的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但是什么？在他的血液中，强心苷的含量高达20%，这是足以致人中毒死亡的剂量。在他们家，我倒是发现了半瓶过期的 DDT、84消毒液，还有灭蟑螂的灭绝王和灭老鼠的灭鼠灵。可这些药都不可能含有强心苷成分呢。叶亮，你别老不说话。保温杯查的怎么样？显然被清洗过，但是清洗得很匆忙。杯底留有一些茶水的残渣，但是在里面并没有发现有毒成分。就没有发现安定之类的药物？这些药可没有发现。即便是有治精神病类的药物，那里边强心苷的含量也是极少的，那得吃多少才能致死啊？但他确实是中毒死亡的。但是在现场并没有发现。水哥，到底在杯子里发现了什么 ？H2O。3。哎，林焕，去趟审计局调查一下沈怀玉工厂的财务情况。啊，再去银行看看他贷款的事情。陈队，现场所有指纹都扫进去了，这是厨房的。除了王翔以外，其他人基本上都有，而白静的是最多的，因为平时都是他做饭。他们家奶奶怎么不做饭？我奶奶也不做饭呢，她做的不好吃。有你奶奶是不是？客厅查了吗？门上有几个模糊的指纹是外人的，但是一看就不是新的。另外那个叫高凤的，在大门的门框上留下了半个手掌印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进门嘛。当时厨房查得够细吗？信不过我。沈怀玉先前说他喝的茶没味儿了，又重新沏过茶，最后那个保温杯也被清洗过，可咱们从来没有在他们家的垃圾道里发现过新倒掉的茶叶呀。当时那个茶杯是这儿发现的，那茶叶就有可能在下水道里。可是我连地漏都查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下水道有点堵，要不等管道工来通一下。我得看看这下水道通了。找这个。放点水。韩丽，把水再放大点啊！水开到最大了。有茶酚和鞣酸成分，典型的茶叶。不对，为什么强心苷还是呈阴性反应？陈队，我刚从银行回来，王嘉林说的没错，2月1号，农业银行市支行的确贷给了沈怀玉80万，
他们的审计财务的同志也正在查他们的账，初步的印象就是这个乡镇企业亏损太厉害。辛苦。行，那我先吃饭去了。哎，帮我们带点，谢谢。合着你们还没吃呢？茶叶哪儿来的呀？从沈家下水道里掏出来的。里面没有强心苷成分，也就是说茶叶里没有毒。那这么说，就是有人在他杯子里下了药。这还用你说呀？就你聪明。得，我吃饭。哎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说，这我的意思吧。王嘉林在账上没撒谎，可保不齐在别地儿撒了谎啊。你看，要是他给沈怀玉下的药，当时可就他们俩在1楼，其他人都在楼上，这个药当时可就发作了。王嘉林倒是有作案时间，可动机呢？可也是啊，这王嘉林明知道沈怀玉要破产了，哎，要不然就是沈怀玉知道王嘉林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不对呀，这下毒的人用的是王嘉林的杯子呀，可这王嘉林就是把那杯水端给沈怀玉的。我看咱们还是先去吃饭吧，有人饿的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。走啊！吃也不吃。DNA 报告出来了，不是陆永亮。咱们的报告局里边已经批了，另外照片和协查通知我刚给达州市公安局发过去。那陆永亮呢？有件事跟你们说，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？只要和案子有关的就说吧。是。那天我跟江飞从歌厅出来，遇到这么一件事儿。本来呢，谁也不会往心里去，可江飞被人杀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头。为什么？那天晚上我跟江飞从歌厅出来。你有没有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人？没有啊。怎么会呢？二位去哪儿啊？我怎么看着像葫芦呀？后来我俩在他家的时候，他手机响过一回。他接电话的时候没人说话，我问他是谁，他说这个电话号码没见过。我又问他葫芦是谁，他笑着对我说，是他从小定的娃娃亲，青梅竹马的，过了秋就结婚呢。可他又说，葫芦不可能在这儿，他在老家黑龙江种菜呢。好，谢谢你。哦，马上订2张去哈尔滨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好。哎呀，陈队，还是人家宋队他们爽啊！一大早就接到了达州的电话，这会儿正在蓝天上翱翔呢，哪像咱们啊，困在这儿，一点眉目都没有。我总觉得这凶手是冲着王嘉林去的，他要杀的并不是沈怀玉。他可没想到这俩人的杯子互换了。这王嘉林跟沈怀玉一结婚，沈怀玉的财产可就没有白家姐弟什么事儿啊。工厂都快倒闭了，哪还有什么财产？哎，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！这么大一个摊子，怎么着不也得值俩钱啊？那个王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喝酒打架偷东西。最近说要开个饭馆，可到处嚷嚷兜里没钱。哟，那他有作案动机啊？你说这么一堆茶叶，能沏多少杯茶呀？这得看什么人喝。这要是我爸喝，兴许还不够呢。我直觉还是这茶叶的事儿。
这片儿怎么是这个形状？这不是茶叶。哎，这花不花草不草的，这是什么呀？强心肝反应还是1级。不管是要杀沈怀玉还是王嘉林，都应该是他们宣布结婚之后，凶手才做出的决定。也就是吃完饭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。那毒药呢？凶手不可能再到街上去找啊，应该是家里就有的。出来！警察，把手放在车后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从后面窗户。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家暂时处于警戒状态，警戒线没有撤之前，你不能进来。我今天必须返校，你们总不能不让我收拾东西吧？结案之前，你不能离开南田镇。你要是现在回学校，我们再有什么事找你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惊动你们学校了。小刚，小刚，你在里头吗？哎，警察同志，我孙子一大早就不见了，我现在回家看看他在不在家里啊。您不能进去，我一直在这儿待着，我没看见你孙子进去。哎呦，我就看一眼就行啊！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。哎，这不吗？哎，你怎么进去了？行，你去。白刚，你瞎跑什么呀？我一转眼你就不见了，我跟你姐找了你半天。哎，你怎么没去车站啊？哎，那什么，孩子学校啊还得上课。这个请长了假，怕学校不同意。奶奶，要不过几天再说吧。那也不能总这么着啊！这有家不让回，这有学不能上啊！这样，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搬回来住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那感情好了！哎呦，白刚，想吃什么，奶奶给你做啊！哎，您等会儿，爸爸，平时是您做饭吗？是啊。那厨房里怎么没有发现您的指纹呢？什么指纹？你们家是不是还有别的房子？哦，我奶奶单住。啊，是啊，我在老宅子住。那怀玉跟那姓王的总是不清不白的，我跟他们住一块儿憋屈的慌。那我们到您那儿去看看，好吗？啊。大妈，您也喝这个茶啊？啊，苦丁茶可败火了。老听他们说苦丁茶的，这就是啊。我儿媳妇儿孝敬我的。韩丽，韩丽，我上次上火，让你帮我买点败火的茶，不就这个吗？哦，你就要这个茶？那行，大妈，这个您先借我一下，我比着他去买，然后呢再还给您，好吗？啊。您请回吧。再见，大妈。看什么呢？
我走了。陈队，你说的没错，那种植物就是夹竹桃。你看，强心苷反应呈阳性。夹竹桃在美国被定为毒性级别6级，2至3克就能让人丧命，相当于氰化物的毒性级别。对，学校里我也听老师说过，整株植物都有毒，特别是花儿，它可以直接刺激心脏，药物发作时很像心脏病发作，可以导致当场死亡。那我们还种这种东西干嘛呀？主要是因为它花期长，开的花漂亮，在南方很多城市都用它装饰街道。可我们插在夹竹桃里面，为什么没有毒呢？是啊，这个乡是属于那个达州市管的，乡里边吧有李江的人呢有8个，其中呢有3个是女的，只有这个八家村这个李江啊，这个年龄呢、长相呢跟你们说的差不多。这个八家村还真有一个外号叫狐狸的，大名呢叫狐龙。先去见见村长吧。先谈谈胡龙的情况吧。胡龙啊，俺们这嘎都叫他葫芦，他人挺老实的呀，不爱多说话。但是他在俺们这嘎达种的菜，绝对没人能比。没错，他跟李江啊定过娃娃亲。我听他妈说，秋后要给这俩孩子办事儿呢。能带我们去一趟他家吗？现在啊，他不是去城里找李江去了吗？现在没在家呀。这样吧，不管他在不在，都麻烦你带我们去一趟。咋了？这孩子在城里出事儿了？啊，没有。我们想通过他了解一下李江的情况。李江出事儿了？他也没出事儿。哦，没出事儿就好。听说这李江在城里挣了不少钱啊，农村姑娘在城里挣大钱的不多啊。那走吧。哎呦，葫芦，你啥时候回来的呢？这几位同志是城里来的，想找你唠唠。我杀了小江。啥？她不是你未过门的媳妇吗？他在外边做鸡，传统多克制，所以我就杀了他。傻葫芦，你怎么能做傻事呢？大哥，啥时吃饭？炖好了。哎，宋队长，听说你老家也是东北的，这边还有啥亲戚没有啊？在齐市还有个姑姑。哦 ，AB 型跟李江指甲缝里发现的血型是一样的。那这么一弄，那凶手就是他了？不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为啥呀？这口供有了，血型又一样。不，我们回去还得做一个 DNA 检验。DNA？ 对 DNA。高科技啊！我就不信了，同样是夹竹桃，会查不出强心苷来。这李老太太家里的干花怎么会跑到沈怀玉家里去呢？难道是老太太自个儿带去的？要是这老太太怀揣着毒药赴宴，这想起来可够瘆人的。不可能，她事先并不知道王嘉玲和沈怀玉结婚的事儿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下毒的人啊，是用毒解毒的高手，很像金庸笔下的人物啊。又来了你！有下毒的，肯定就有解毒的。
强心肝的毒不是不能解，用鞣酸或者咖啡因就行。也就是说，用浓茶或者浓咖啡就能够解毒。我明白了，用夹竹桃干花泡的水被沈怀玉给喝了，而沈怀玉喝了之后感觉味道不对，又放了一些茶叶。怎么了？环兄弟是小孩子。而正是浓茶里的鞣酸，把毒给全解了。哦，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太高深的化学实验了。可是那个老太太看起来……毒死人是目的，茶叶解毒是偶然。这个就是我们从您家里取走的苦丁茶。大妈，您看好了，是这个吧？是。今天我请大家来，是想向你们通报一下，通过这2天我们进行的调查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。沏点茶好吗？咱们慢慢说。好，我来沏茶。就喝这个吧。好，我来帮你。最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大家肯定会很着急。苦丁茶，带火的，来。奶奶，怎么了，奶奶？奶奶，白刚叫我过去吃饭，我问都有谁，他说王嘉林和儿子也过来了。我一合计就知道那俩人呢想把这事儿挑明了。王嘉林想夺我们家的钱，没门儿。当时我就带着夹竹桃干花就去了。那你是什么时候投毒的？怀玉不是给了王嘉林个新杯子吗？起先那杯子里啊是花茶。高凤过来吵架的时候，他们都出去帮着劝了，就我去不合适啊。我儿媳妇儿不守妇道，我这老脸都已经没处搁了。这大喜的日子，让人找上门，指着鼻子骂一通，这不是活该吗？我们只说投毒那件事儿。我怕那水太热，又接了一股子自来水。我想那正合适的水温，他回来还不正喝。哪成想让怀玉给……后来您为什么又把那个杯子给洗干净了呢？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我一见怀玉倒了，我头都懵了。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害他呀。我在电视上看过警察要查指纹，我就赶紧把那杯子里外都擦干净了。那会儿啊，他们都在外头屋救人，没看见我。我拼了这把年纪，都是为了我那孙子孙女啊！谁想得到啊？到了
我家的钱还是没有全落在我那俩孙子身上啊！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